这个世界的女孩都畏惧18岁，因为她们必须在成年后疗愈哨兵。偏偏星际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很多雌性在成年当天就会精神力枯竭死掉，这导致每个向导都会隐瞒自己的等级。然而眼前这个女孩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明明是个无精神力的废雌，却不但自称 S 级向导，甚至大肆接受高等级哨兵，只因在星际里哨兵等级越高，对应的样貌就越英俊。然而女孩面对这些濒临崩溃的美男子，不但对人肆意凌辱，还垂涎人家的美色极尽调戏，事后只会打一支没用的抑制剂草草了事。高层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，这个自称 S 级的向导竟然连精神体都放不出来，一怒之下将这个恶毒的雌性放逐到了罪狱星，这里关押着全星际最穷凶极恶的罪犯，是这世上最让向导畏惧的地方。可女孩却依旧不老实，竟将深海里最恐怖的存在捞了上来。起初对方还以为自己遇见了心善的天使，女孩只是说了句害怕，她便将自己固定在放满刑具的囚室内。直到这时，女孩才露出邪恶面目，趁对方无法反抗之际进行强迫。谁料美人鱼曾是星际最强大的存在，女孩只是释放出了一点点精神力，便被其吸干了，一头扎进美男的胸肌里，再也没醒来。而我正好穿越到了这里。低哑磁性的陌生男声在耳边响起：“你摸够了没？”一对异瞳中满是杀机。我起身后才发现，男人的身体被死死禁锢，白皙健壮的躯体上全是鞭痕。我面上慢慢浮现恐慌。老虎钳，辫子，这都什么跟什么？随着脑海一阵嗡鸣，原主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我看着眼前遍体鳞伤的人鱼，拿起水杯缓缓递了过去。情急之下，我按下了某个按钮，一股强电流爆发，顺着鱼尾窜进人鱼体内。我只是想给你一点水，谁让你咬我的？谁知接下来，我便听到人鱼的虎狼之词：“你要做的我都答应了，刚才的向导素，再给我一点。”休想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原主就是这么被他这么吸干的。谁知道被拒绝的燕凯依旧固执地说：“那你继续折磨我吧，像之前那样，只要再给我一点点向导素就行。”刚才流入身体的向导素跟之前完全不是一个阶层，虽然同样少得可怜，但却对我有种致命的吸引力。啪嗒一声，燕凯愣愣地看着重新恢复自由的双手，有些没反应过来。我有些色厉内荏地说：“我把你解开了，但是你以后不许杀我，不然我就像刚才那样电你。”随后我用水往燕凯暗淡的鱼尾巴上浇，确保人鱼不会干死，但也不能恢复力量的时候停了下来。燕凯愣愣看着这一幕。这女人知不知道一个黑暗哨兵的力量有多强大？这道束缚虽然有点麻烦，但也不是完全无法摆脱。燕凯本来准备今天把人杀了以后逃走，可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。小向导原本的阴郁残暴，此时看起来纯真可爱，自以为挪到角落他就看不见，其实燕凯清楚地看到他在紧张地抠手，一直到小向导的身影消失良久，燕凯都没有什么反应。半晌他才轻轻动了动已经不那么干裂的鱼尾，眉眼间浮现疑惑：“好像不一样了。”营养液只够3天的量，看来得出去寻找些食物了。我来到外面，醉玉星没有白天黑夜，所有的光线来源都是一团一团瑰丽的星云。这是一颗黑色与红色交织的星球。我探索新环境的时候太紧张，完全没有察觉到一个米粒大小的飞行器正不远不近跟着自己。这样一个娇柔可爱的女子，纯洁的外表下，竟然是比蛇蝎还要狠毒的心肠。出去这么久，她怎么还没死掉？我来到一片河流旁，在周围找到一种有着巨大叶片的水生植物，手指灵活翻转，一个简易的容器就做好了。向导还会这个？每个向导都是星际之光，只要觉醒了精神力，就一定会被呵护着锦衣玉食的长大。因此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去送死的。之后我找到一些不知道有没有毒的蘑菇，那条人鱼是本地人，肯定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，今天的试毒任务就交给他了。我找到一些食物，你帮我看看能不能吃。然而话没说完，人鱼已经凑过来张口把蘑菇吞下去了。那鲨鱼一样的锯齿将我吓得不轻，看着我伸出的手，燕凯得寸进尺舔了一下指尖，之前被咬的经历骤然浮现。
下意识扇了人鱼一巴掌。然而燕凯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露出笑容，因为比巴掌先到的是小向导身上的香气，这让人鱼有种说不清的愉悦。居然去寻找食物，还投喂了自己。虽然这条小鱼对他来说只够塞牙缝的，但燕凯心中还是很满足，甚至觉得身上的伤都没那么疼了。我看燕凯这样都不生气，不由得内心一软，小心翼翼探出一丝精神力，朝人鱼的脑袋覆盖过去。燕凯原本闭着眼，突然感觉到一股微细的精神力在自己的精神图景外试探性的徘徊，像是有只小手在敲门，轻柔但不冒犯。坚如磐石的防御就这么被轻而易举敲开，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自己的精神图景就已经门户大开。燕凯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此时的人鱼彻底愣住，要知道精神图景可是每个哨兵最隐秘的存在，无时无刻不在严防死守，可他的门户却在对方精神力触碰的瞬间打开，就连精神图景内的我也一脸懵逼。书上说等级越高，抵御能力就越强，结果我就这么大喇喇的进来了。由于原主从来都不行使向导职责，所以我回忆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怎么治疗。面对着汪洋大海，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。好在海面上的黑气相当显眼，我本能的用能量去捕捉这些黑气。等周围的黑气都抓得差不多了，我的精神力小人也变得暗淡下来。离开之前回头我看了一眼，发现有个庞大的存在在海面下游动。等我再次睁开眼，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人鱼怀里。我下意识想起身，结果被按得很紧。此时的燕凯近乎着迷地盯着小向导，白腻漂亮的小脸还沉浸在被治愈的巨大浪潮中，双臂忍不住越收越紧。我觉得有点喘不上气，伸出手抵住人鱼的胸膛推他，燕凯这才恢复了一点点理智。你刚才在治疗我？我心想，原来这就是精神疗愈吗？好像也不是很难嘛。随后问道，你有觉得好一点吗？何只是好了一点，混沌了许久的大脑清明许多，而且小向导的精神力居然是传说中的绿色。谢谢你。随后燕凯有些出神地想，治疗之前他怎么不打我了？我看着人鱼面色都好了很多，有点喜悦，看来自己不用担心没办法弥补原主对他的伤害了。想到这，我兴奋地拍了下大腿，结果一巴掌下去没打到自己，拍到了男人光滑湿润的鱼尾。这么湿了，我刚才有浇这么多水吗？燕凯看到我眼中的疑惑，主动解答，要有足够的力量，再按上我的皮肤也能自动分泌出水分自行保湿。此时我恰好看到人鱼鱼尾处的一个黑色的洞，那是原主之前用工具将其钉在台上留下的痕迹。对不起。什么？这次我道歉得很真诚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打你了，我保证。人鱼眼底的冰山似有融化的迹象，他盯着少女的眼睛片刻，忽然狼狈地别过了脸。之后我来到厨房，把今天捡到的蘑菇全部倒进锅里，搞了一锅汤。反正3S 级哨兵体质强大，先让他试试毒吧，嘻嘻。另一边的禁锢室内，燕凯刚抹了会小珍珠，就又看到小向导带着一大锅新鲜食物进来。他居然还亲自去厨房做了饭！我长这么大就没见哪个向导会干这种粗活的。在星际里，哪怕是最低的 F 级向导，也有的是哨兵争先恐后，愿意伺候他们，只为求来一个疗愈机会。我竟然被一个珍贵的向导照顾了，还是在这穷凶极恶的罪狱刑。前些天的绝望和憎恨像是被棉花糖裹住，所有的负面情绪消弭，顺着眼睛里的泪水一点点流出来。曾经的他将自己藏在深海，等待着崩溃灭亡之时，也幻想着有一个温柔的小向导能来拯救自己。我放下汤锅就去拿碗筷了，完全没注意人鱼激烈的情绪转换。等回来时，就看到男人坐在床板上满眼泪水。我瞬间愣住了，人鱼的保湿功能恢复之后这么夸张吗？看着他鱼尾上面那沉重的锁链，我心虚地问，你是不是很疼呀？原主也不知道从哪儿找的刑具，竟然横穿了鱼尾，再以锁链将两端固定。我本来早就想把人鱼放开的，然而原主的记忆乱七八糟，我根本想不起来钥匙放在什么地方。看着凄惨的人鱼，我想着今晚就是把这翻个底朝天，
也要把钥匙找出来。别哭了，我帮他擦眼泪，小声说：“我今晚就把你放开，先吃饭吧。”闻言，燕凯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：“你要放了我？你都疼哭了，再不放人，也显得我太不是个东西了。”自己一个铁血硬汉，怎么能在向导面前表现出如此软弱的一面？燕凯用力擦掉脸上的眼泪。你看错了，我没有哭。哭也不是疼哭的，是因为他对我太好了。前几天他还说人鱼的眼泪会变成珍珠，发了疯似的折磨我，让我哭。当时我咬着牙没掉一滴眼泪，现在怎么会因为这个哭？我憋着笑没有戳穿他。好的，那吃饭吧。饭一吃，就算彻底和解了哟。以后可就不许报复我了哦。吃饭的时候，人鱼的心情有些复杂。他自幼年起便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可以说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，就是在这个房间里。他的身体曾被他践踏尊严，被踩在脚底下碾，可偏偏现在重新拯救了自己的也是他。柔弱的他会为自己找来食物，还温柔地安抚他。饭桌上的我率先开口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是严凯。”“叫星星，是被流放到这里的向导。”“因为什么？”“在星际里，再低等的向导也是联邦宝贵的人才，就算犯再大的错，也不该来这个星球。”我老老实实回答：“还伤害了其他哨兵。”“你只是一个柔弱的向导，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？”“没想到这年头联邦的哨兵已经不中用成这样。若是自己状态好，小向导前些天的折磨也就是小打小闹，不就是抽起鞭子而已吗？再怎么样，也不能把你流放到这种地方来。”我偷偷看了他一眼，这苦主身上的刑具还没取下来呢，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。这条人鱼未免太好哄了些。随后我正色道：“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我就是来改过自新的，我以后绝对不乱抽人了。”联邦让原主治疗那些黑暗哨兵，可他上来就全抽了个遍，可以说全都得罪死了。现在要是把燕凯哄好，就是我活命的关键啊！此时对面的人鱼看着小向导，没忍住上前揉了揉脑袋：“我相信你，小向导就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之光。小向导怎么会有错呢？他只是顽皮了些，残忍了些。再说他已经道歉了呀。”感到人鱼的态度变化，我非常高兴。“那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回来。”我急匆匆地离开。既然对方的态度已经松动，那我就要趁热打铁，把最后的枷锁也解开，充分获取对方的好感。然而我给房间找了个遍，小小一片钥匙却怎么翻都翻不到，这让我急躁不已。燕凯还在那边等着呢，惊喜再不送，就要变成鸽子飞走了。另一边的人鱼确实在小向导离开后，就怀着隐秘的喜悦期待起来。小向导今天对自己太好了，走之前眼睛也亮亮的，唇角上扬的弧度温柔又害羞。很久没接触向导的燕凯几乎要被迷晕了，身上的伤好像都不那么痛了，死气沉沉的精神图景也被他唤醒，沉寂已久的精神体在海面之下发出渴求的精明。然而燕凯静静地看着门口，1个小时、2个小时过去，离开的人依旧没有回来，失望和忐忑逐渐涌上心头。直到许久后，门外终于传来脚步声，燕凯眼里闪过一丝兴奋，一定是他吧。然而笑意尚未出现在眼底，燕凯的心就凉透了。他死死盯着一步一步走来的向导，他手上的铁鞭沾着干涸的血迹，那是不久之前自己身上留下来的。燕凯下意识想反抗，却惊觉自己的半边身体不知道什么时候麻了。刚才他的心情太激动，竟然一直没发现。你的饭菜有毒！彻底晕过去前，暴力怨恨的情绪充斥着人鱼的内心。他竟又骗了我一次。2分钟前，我翻箱倒柜找到大半夜，终于在一堆刑具里找到了串在鞭子上的钥匙。急切之下，抓着鞭子就匆忙跑了过去。结果刚到门口，就见人鱼晕了过去。我赶忙跑过去检查，这是怎么了？也没受伤啊，怎么就晕过去了？
我3下5除2把鱼尾上的铁链开锁，然后拍着人鱼的脸叫他起来，但是对方却毫无反应。直到这时我才想起来，他晚上喝了自己做的鱼汤，而鱼汤里面放了品种未知的蘑菇，唯一可能性就是燕凯吃蘑菇中毒了，但我却没有喝汤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只好搬了个凳子在人鱼床边守着。不到一会儿便困意袭来，趴在床边睡着了。夜晚之时，昏迷中的人鱼依旧怨气冲天，平静已久的精神图景内海面剧烈汹涌，巨大的恨意和绝望几乎要将燕凯的理智吞噬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自己？为什么要再一次辜负他的信任，摧毁他的希望？男人骨节分明的手指长出了蹼，可以徒手撕碎畸变种的利爪探出，猛地扣碎了身子底下的金属板。人鱼睁开眼，冰冷的树丛中只剩下残暴的杀机。精神力肆意汹涌，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床边的少女。睡梦中的我突然毛骨悚然，精神力瞬间爆发，护住了主人。我瞪大眼睛看向几乎没有人样的燕凯，他的树丛中全是狂暴的兽性，丝毫没有此前的平静柔和。我惊恐地想跑，结果人鱼的动作更快，他像是沦为了彻头彻尾的兽类，只凭本能行事，嗅到了空气中一点微弱的向导素，便闪电般出手，将人抓到了怀里，急切地寻找更多向导素。炽热的呼吸喷洒而来，我的脖颈也被一枚鳞片刮破。我想逃走，可束缚着我双腿的鱼尾却缠得更紧了。良久后，我察觉到人鱼并没有伤害我的意思，只是一直嗅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。于是我胆大包天地揪住他的头发，将其扯开。让我意外的是，人鱼并没有反抗伤害我，而是含混不清的低语：“给我，求你给我你的向导素。”然而我才堪堪来到这世界1天，真的不知道这些本地人是怎么释放向导素的，一时间又急又恼。不是我不愿意给，是我真的不会啊！但失去理智的人鱼哪里听得进去，已经释放出精神力，试图入侵我的精神途径，从而勾出那股让自己舒适安心的力量。但是在外面撞了半天门，也只引出一丝微弱的精神力，可就是这么一点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向导素，却令人鱼几欲发狂。箍在我腰间的鱼尾收拢得更紧了。我用力扒拉床头柜的东西，终于找到一个小锤子，对着燕凯的后脑勺就来了一下。人鱼对香香软软的小人类毫无防备，一锤子下去，世界终于平静了。从人鱼怀里逃出后，我一脸庆幸，陷入精神力暴动的哨兵都很疯，更何况是黑暗哨兵。但是人鱼却只是抱着自己，不停索要自己的向导素。经历了这么多事的我疲惫无比，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沉沉睡着了。次日清晨，燕凯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敞开的门被关上了，而且精神图景里的海面已经重新平静下来，海底的长须鲸正在心虚地吐泡泡。燕凯想起昨晚的事，面色一变，他好像陷入了精神力暴动，发狂失控了。本以为他去那么久是要害自己，没想到是为了帮自己解脱枷锁。燕凯看着已经重获自由的鱼尾，面上浮现慌乱。我昨天都做了什么？他不顾鱼尾上的血洞，从床板上跳了下来。我要去找他。不久后的房间内，燕凯看着熟睡的少女，眼睛上还挂着几滴泪珠，蜷缩着好像惧怕着什么。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联邦的向导们从来都只住在布满鲜花和阳光的白塔中，他们吃着最新鲜美味的食物，在家有私人管家照顾，出行配备专门的护卫队。然而流落在这的星星已经为曾经犯的错付出代价了，而他想要弥补自己时，自己都做了什么？他不相信他，甚至陷入了精神力暴动。燕凯看着少女脖子上被划破的伤口，陷入无边尽的自责和痛苦。他跪在小向导床边，红着眼睛忏悔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我一定吓坏你了。”从精神体的状态来看，自己昨晚如愿得到了疗愈，只是陷入暴动的哨兵都会失去理智，这个过程中星星一定不会好受。燕凯看着女孩的睡颜，悔恨得恨不得抽自己2嘴巴。他明明已经对我这么好了，我为什么还会不信他，伤害他？随后人鱼在床边双手合十，以人鱼特有的赞礼和祝福，在少女耳边发出一串低沉空灵的吟唱。床上的女孩紧缩了眉头舒展开，呼吸也平稳许多。燕凯轻手轻脚离开了房间，然后迅速朝着野外赶去。昨晚小向导说他今天还要出去寻找食物，可一个合格的哨兵
是不会让娇贵的向导动手做事的。卧室内，我一觉醒来，没想到我睡了这么久。本来我昨晚一直做噩梦的，可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梦断了。温柔宽厚的海洋冲刷了一切，我甚至听到了空灵优雅的精鸣。我拿着一支营养液去看人鱼，却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了一排营养液和堆积成山的鱼。对不起，我昨天又精神力错乱了。你还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吗？燕凯摇了摇头。陷入暴动的哨兵只会凭本能行事。虽然不记得，但是想想都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一定欺负他了，所以他才会把我砸晕。人鱼自责的样子。你打我吧，还像以前那样把我锁起来，只要能出气，随你怎么样都可以。我摇了摇头。你又不是故意的。这宽容温和的目光终于让人鱼忍不住落下泪，他无措地哽咽着。可是我差点伤到你，我怎么能那样对你？我把营养液塞到他手里。醉玉星上所有的哨兵都是这样吗？什么？时而清醒，时而失控的状态。只有无可救药的哨兵会被送到这儿来，联邦的向导就不回我们，我们都是等死而已。说到这，人鱼握紧了拳头。但是在我死之前，我会尽量保护你的。我这时才察觉到燕凯戴着的手铐，这些东西是你弄回来的。我在海边有临时住所，里面还有一些有用的东西。人鱼观察着女孩的面色，发现小向导竟然完全没有要怪自己的意思。随后人鱼认真地说：我对你也是有用的，你不该对我这么宽容，你应该尽情驱使我，命令我为你做任何事。我忍不住揉了揉人鱼的长发，谢谢你啊，燕凯。这一举动让人鱼一下子红了脸，下意识蹭蹭女孩的掌心，鱼尾也小幅度晃动起来。精神图景里，长须鲸欢快地吐着泡泡。然而就在我逗弄人鱼之时，殊不知百里外的1号基地内，一个男人跪在地上沉重地喘息着，艰难地从床头柜摸出抑制剂，冰冷的液体顺着针头一点点推进去。纪渊靠坐在床边，碧绿的眸色无神地望着窗外，他的金发被汗湿，狼狈地耷拉着，军装的扣子崩掉好几个，露出来的胸口处被烫过的烙印已经愈合结痂。就连精神图景内从前健壮漂亮的金毛犬也没精打采地趴在地上，也跟主人一样有气无力。自从那向导来这儿的第一天，纪渊就去找他了，因为他的精神图景每天都像在被烈火焚烧，原本神采奕奕的精神体也一天比一天消瘦。纪渊主动敲响他的房门，本是想恳求女孩能安抚一下自己，他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。然而关上门之后，原本温柔美丽的向导小姐就展露出了她残暴的一面。从房间内出来后，这位曾经辉煌的年轻少将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。基地留守的其他几人暴怒，将那位白发女子狠狠赶了出去。这次纪渊再次陷入精神力暴动，恐怕谁来也救不了他。纪渊想着，或许我应该和严凯一样，离开这个让人伤心的地方，独自在外流浪。男人晃晃悠悠从地上爬起来，离开基地的背影挺拔如松。另一边的我看着一场捕猎后更加虚弱的燕凯，准备还是去周围找找食物，不顾燕凯的阻拦，拿着一把手枪就出发了。我本以为周围的畸变种都被清理干净，不会有什么危险，没想到不久后我便要用到这把手枪。只见一个穿着军装的人被3个类人形的怪物团团包围住，一只漂亮健美的金毛犬精神体围在主人身边，龇牙低吼着，目光猩红。此时精神体守护在纪渊身边，龇牙低吼着，目光猩红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现实世界的精神体，我没想到一个和宠物长得一样的精神体，居然斗得过可怕的怪物。随后我想也不想，对着一只畸形种接连开了好几枪，看着那个怪物慢慢倒下，我紧张的心脏狂跳。那边的金毛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冲着我藏身的方向晃了晃尾巴，但是注意力很快被剩下2个畸变种吸引，勇敢地扑上去撕咬。我这才发现，那名身材哇塞的男人好像已经昏迷了，
难怪只剩精神体在外面战斗。而且此时精神体的状态其实也不太正常，毛发干枯打结，目光混沌，完全像是在撑着最后一口气战斗。不久后战斗结束，金毛伤痕累累，趴在地上喘粗气。我小心翼翼靠过去，然而大狗也没有力气再站起来，只无力地冲我摇摇尾巴，很快消失了。直到这时我才看到男人胸口的烫伤烙印，我立刻想起来了，这是基地的3S 级哨兵之一，原身被流放后第一个迫害的人就是他。我顿时有些心虚，妓院的加速恶化跟原身脱不了干系，堂堂3S 级的哨兵竟然能沦落到现在这种被低级畸变种围攻的地步。我伸出手覆盖在妓渊的额头上，独一无二的精神力轻而易举地侵入了里面。精神图井内是一片草原，中间有一个大大的狗窝。妓渊的精神体本来趴在里面，看到我的精神力小人，瞬间激动地一蹦而起。我触碰到大金毛的身体，看着他干枯打结的长毛，有些心疼，职业病犯了，想帮他梳毛。大金毛显然很喜欢这个入侵而来的精神体，一个劲儿往上蹭，力气太大，蹭得我东倒西歪，差点站不住。之后我像帮燕凯那样，在妓渊的精神图井里找那种黑气抓，没一会儿就把附近的黑气抓得差不多。不久后，我的精神力小人暗淡下去，在离开前，我抱着金毛的狗头，狠狠揉搓一番，摸得大狗迅速躺倒，露出肚皮让我蹂躏。小狗真的好单纯，哪怕是自己这个上次才伤害过它的坏女人，也愿意再一次全身心的信任它。我得走了，下次再来找你。我亲了亲小狗湿漉漉的鼻头，依依不舍跟它告别，然后离开了这里。出来后，我为难地看着地上昏迷不醒的男人，就这么把他留在野外实在危险，但是我现在要怎么把人弄回去呢？意识沉沉浮浮中，纪渊以为自己就要这样结束生命了。他今年21岁，15岁从军校毕业，加入战场，打下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战役，甚至将没落的家族都再一次带入辉煌时代。直到1年前，他的精神体开始恶化，疗愈无果之后，就如同耗尽价值的垃圾一般，被联邦驱逐到了罪狱星，被自己一手带起来的家族抛弃。可他今年才21岁，他不想死，谁来救救他？纪渊在无边际的痛苦和绝望中挣扎，突然感觉到有一只手轻轻摸了一下自己，温暖而令人安心的向导素出现，点亮了他的世界。纪渊睁开眼睛，在这没有生机的星球上，他只看到了一抹白色。好狗狗，真棒呀！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，大金毛被夸得直迷糊，驮着主人飞快往前跑，展示自己强壮的体魄，丝毫不顾及背上的主人已经要被颠散架了。刀疤，慢点。闻言在前带路的我转身看来，你醒了。然而纪渊还没开口，大金毛就一个急停，把背上的纪渊甩下去，然后昂首挺胸地坐着，等待着女孩的夸奖。谁能拒绝小狗这样的眼神？反正我不能。我边摸边问，你叫纪渊是吗？这么可爱的狗狗，你居然起名叫刀疤？坐在地上的纪渊愣愣看着女孩，这女人好像完全忘了以前她是怎么折磨自己的，连精神体都再一次被这个女人温和可爱的表象所迷惑。对，你竟然还记得我。小向导被流放的第一天，目光就紧紧盯着他们几个人的脸不放。基地的每一个哨兵都曾是最顶尖的 SS 级，他们全都出身名贵世家，基因挑选过的人类，很难不好看。可他现在对精神体的兴趣竟然远远大于自己。他握着刀疤的手，以指为梳，去梳理他杂乱的长毛。除了刚才说话的时候有对视，完全没有再看自己一眼。精神体和主人通常都是共感的。女孩抚摸着刀疤的头，让纪渊只觉得头皮发麻，酥爽感顺着脊椎传遍全身。他花了好大力气才克制住战力。他想告诉他精神体和主人共感的事情，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最终也只说出一句：要让刀疤带我去什么地方？然而我可没注意到他的复杂心情，眼里只有可爱的狗狗。你的精神体叫刀疤，她明明是个可爱的女孩子。啊？什么？我是想让刀疤脱，
你回我住的地方，你想去吗？纪渊的表情有点黯淡。我有选择的权利吗？燕凯大概率已经惨遭这个女人的毒手，她那么虚弱，只要一点点向导素，就会被轻而易举引诱。他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这向导的事，肯定被折磨了。而我现在也要重蹈覆辙。纪渊看着不争气的精神体，大金毛正在不停把脑袋往人怀里拱，笑得十分谄媚。小向导被他蹭得蹲不住，唇角却挂着宠溺的笑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甜美的向导素通过精神体传给本体，一直处在痛苦中的纪渊一下子舒适许多。纪渊闭上眼睛，心想完了，如果这是充满陷阱的温柔乡，那他甘愿在死前沉沦不醒。就在这时，我开口了：你要是不想去，我当然不会强迫你，只是看在刀疤的面子上问问。纪渊是原主的第一个债主，他现在肯定恨透自己了。我虽然愿意替原主认错，但也不会这么没脸没皮的往上贴，没委屈硬受。然而让我意外的是，我都做好被拒绝的准备了，纪渊却说：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好，我跟你走。每个人的精神体表现的都是内心最深处的想法。刀疤这么黏他，说明自己也……念念不忘这4个字说出来太羞耻，可纪渊确实没法拒绝他，哪怕已经被伤害过一次。另一边的人鱼本来在闭目养神，听到熟悉的脚步声后，一下子睁开了眼睛，飞奔起身。你回来了呀？然而在看到我身后的大金毛时，人鱼的尾音落了下去。然而我却是没注意到，只是闻到久违的饭菜香味，有些惊喜。转头看向人鱼：你还做了饭？人鱼看向一旁的大金毛，眸子里染上玉色。随便做了点儿，我一直在家里等你。作为曾经的战友，刀疤当然也认得燕凯，正摇头摆尾的准备过去打个招呼，就感觉到一道凉凉的目光。刀疤的脖子一缩，好像有点不对劲啊。然而正在洗手的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。对了，严凯，你认识纪元吗？闻言，燕凯挪开了目光，不再看这条妄图跟自己争夺宠爱的蠢狗。不熟。不熟，也就是曾经把后背交给对方的关系。小向导只有一个，燕凯才尝到被治愈的滋味，连兽化后的人形都还不能恢复，就又来一个。在这个星际，子弹可以共享，机甲可以共享，但唯独向导不能共享。刀疤敏锐地察觉到燕凯的情绪，摇晃的尾巴停了下来，也严肃地盯着他。一人一狗之间气氛尴尬。纪元现在还晕着，我们快去吃饭吧。我期待地搓了搓手。对了，刀疤需要吃东西吗？燕凯冷冷扫了眼刀疤。身体可以通过能源晶或者待在精神图景恢复体力，不需要吃人类的食物。原来是这样。我看了眼桌上的饭菜，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真厉害。闻言，燕凯的坏心情一扫而空，唇角根本压不下去。只是随便做了。饭后我端起碗筷，谁料被燕凯一把抢走。向导是不能洗碗的，你去旁边玩吧，我来收拾。这可将我吓得不轻。是监狱的水里有毒吗？没有毒。向导是星际最尊贵的存在，前几天被他照顾已经是天大的罪过，现在他能动了，当然不能再看着女孩干活。随后我挠挠头，你做的饭太好吃，一不小心就吃光了，一会儿我给纪渊再弄点别的。燕凯正在洗碗的手一顿，给他营养液就行了。反正他带回来很多高级营养液，管够。要是他醒来后敢和我抢人，就别怪我不念昔日战友情谊了。